你能想象吗？一个曾经雄心勃勃、号称世界工厂的大国，竟然在短短几年内被世界抛弃，沦为国际舞台上的孤岛。2025年的中国正站在这样的悬崖边，145%的美中关税壁垒如同一把利刃，刺穿了中国经济的命脉。全球90多个国家争相与美国握手言和，而中国却被冷冷抛弃在朋友圈之外。公开数据显示，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暴跌至30年最低，青年失业率飙升至 18.8%， 经济内外交困。这不是耸人听闻的预言，而是正在上演的残酷现实。中国怎么会走到这一步？新冷战的阴云下，脱钩的狂潮正将这个国家推向国际孤立的深渊。这期视频将带你走进一个悲怆的中国故事，透过冰冷的数据和刺痛人心的现实，揭开中国如何一步步被世界抛弃的真相。2025年4月9日，美国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145% 的关税，中方迅速以 125% 的报复性关税回击。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博弈，而是两大经济体几乎陷入贸易禁运的冰冷现实。据《华尔街日报》4月23日报道，白宫虽释放缓和信号，考虑将关税降至 50% 至 65%， 但特朗普明确警告，关税绝不会归零。这意味着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成本将长期高企，出口经济命脉被死死扼住。出口对中国经济有多重要？2024年，中国出口总额占 GDP 的 22%， 其中美国市场占出口总额的 17%。145% 的关税让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几乎失去竞争力。从手机到服装，从家电到玩具，这些曾经席卷全球的中国制造，如今在美国超市的货架上变得稀缺。广东一家服装厂老板在接受采访时泣不成声，订单没了，工人跑光了，我这厂子撑不过3个月。类似的故事在中国沿海的出口重镇反复上演。2024年，中国出口企业倒闭率高达 12%， 创下近20年新高。更令人绝望的是，中国的内需根本无法填补出口的窟窿。消费支出仅占 GDP 的 40%， 远低于美国的 70%。 为什么？因为中国老百姓的钱包憋得可怜。2024年，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 5.2 万元人民币，约合7300美元，而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高达 5.5 万美元。高房价、高医疗成本、高教育支出，像3座大山压在中国家庭的肩上。2024年，中国1线城市房价收入比高达25:1，普通家庭需要不吃不喝25年才能买一套房，谁还敢花钱？有媒体人一针见血指出，中国的经济模式是重制造、轻消费，资源都用来出口创汇，肥了权贵，苦了百姓。他警告，如果中国不提高人民收入，刺激内需，贸易战的伤口只会越撕越大。但提高收入谈何容易？那意味着要动摇北京的权力结构，触碰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。2024年，中国前1%富豪掌握了全国31%的财富，而底层50%人口仅占财富的2%。这种极端的不平等，让内需增长成为遥不可及的梦。贸易战只是冰山一角，更大的阴影是新冷战的成型。早在2018年，美国学者裴敏欣就在评论会边上警告，美中关系正滑向全面冷战。如今，这一预言正在变成现实。《华尔街日报》4月21日刊文指出，美中已实施事实上的贸易禁运，经济战正蔓延至科技、军事、地缘政治等多个领域。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李克，
沃特斯直言，没有任何护栏能阻止局势恶化，美中正陷入一场没有尽头的对抗。科技领域，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限制愈发严苛。2024年，美国商务部将华为、中芯国际等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，彻底切断其获取先进芯片的渠道。结果如何？中国半导体产业几乎停摆。2025年初，一份行业报告显示，中国芯片自给率仅为 15%， 远低于2025目标的 70%。5G 设备、智能手机、人工智能芯片的生产陷入瘫痪。深圳一家科技公司高管无奈表示，没有芯片，我们连最基本的服务器都造不出来，客户全跑了。军事领域，紧张局势同样令人窒息。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在4月10日的国会听证会上警告，中国在台湾周边军事动作日益频繁。2024年，解放军在台海进行了超过200次军演，创历史新高。国际社会忧心忡忡，一旦擦枪走火，后果不堪设想。2025年3月，英国经济学人刊文分析，若台海爆发冲突，全球经济将损失 2.5 万亿美元，相当于全球 GDP 的 2.5%。更深层的矛盾来自制度与价值观的不可调和。美国信奉自由、民主、人人平等，而中国坚持集权体制、无神论治理，两者如同水火。美中对抗的本质是两种文明的碰撞。中国想用经济利益拉拢世界，但它的制度让各国望而却步。2024年，一份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民调显示，63%的受访国家认为中国是全球安全的威胁，远高于对美国的负面评价41%。当世界被迫选边站，中国的朋友圈开始分崩离析。2025年的全球舞台正在上演一场残酷的选边站大戏。4月9日，特朗普宣布对全球实施对等关税，唯独对中国维持145%的高关税。随后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透露，美国已与90多个国家展开贸易谈判，越南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纷纷倒向美国。以越南为例，中国曾寄希望于拉拢越南，构筑抗美联盟。4月14日，烙饼师傅越南行，央视玉渊谈天，甚至放狠话，谁拿中国去给美国当头名状，绝不答应。然而，越南毫不买账。访问刚结束，越南总理范明政就于4月18日高调接待美国外交官，并计划采购24架 F-16V 战机。范明政公开表示，越美关系不同于与其他国家的关系，这无异于给了北京一记响亮的耳光。东盟其他国家的态度同样耐人寻味。4月10日，东盟经济部长集体表态，希望与美国展开关税对话，并承诺不采取报复性措施。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在接受采访时坦言，我们需要美国的投资和技术，中国的市场已经不再是我们唯一的选项。2024年，马来西亚对美出口增长了 15%， 而对华出口仅增长 2%。这一数字背后是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逐渐疏远。为什么各国纷纷弃中投美？答案是信任危机。中国的不透明体制、对外胁迫政策让各国心生忌惮。2024年，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行动引发菲律宾、越南等国的强烈反弹。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公开指责中国在南海的霸权行径，让我们别无选择，只能加强与美国的合作。与此同时，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深陷债务陷阱争议。斯里兰卡、巴基斯坦等国因无力偿还中国贷款，被迫割让港口等战略资产，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。中国的外交策略硬碰硬，以为威胁就能换来忠诚，结果却把自己推向孤立。
2024年，中国的朋友圈缩水到令人心酸的地步。俄罗斯因乌克兰战争自顾不暇，非洲和拉美国家在美国的经济诱惑下纷纷倒戈，甚至连朝鲜这样的铁杆盟友，也在2025年初与美国秘密接触，寻求经济援助。中国的国际处境堪称四面楚歌。当脱钩的浪潮席卷而来，中国的未来何去何从？国际孤立的阴影下，一个边缘化危机正在浮现。2024年，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骤降至300亿美元，创下30年新低。相比之下，美国吸引了全球近40%的 FDI， 达到1.2万亿美元。资本的逃离折射出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失望。2025年初，摩根士丹利发布报告警告，中国经济正面临系统性风险，外资撤离可能引发金融危机。更可怕的是，中国内部的结构性问题正在恶化。2024年，中国青年失业率高达 18.8%， 大学毕业生毕业即失业成为常态。社交媒体上，年轻人自嘲为躺平族，对未来失去希望。房价崩盘，地方债务危机，银行不良贷款激增。经济学家警告，中国可能陷入日本式失落30年的泥潭。2024年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额高达120万亿元人民币，相当于 GDP 的 90%。一旦债务链条断裂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社会不公的加剧进一步点燃了民怨。2024年，中国基尼系数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达到 0.47， 远高于国际警戒线 0.4。底层民众挣扎在温饱线上，而权贵阶层却挥金如土。2025年初，一则新闻引发舆论哗然，某国企高管挪用公款 1.2 亿元，用于购买私人飞机，而同城的环卫工人月薪仅2000元。这种赤裸裸的不公，让社会矛盾濒临爆发点。中国并非没有机会改变命运。理论上，开放市场、提高透明度、改善民生，或许能挽回国际信任。但现实是，中国的体制决定了它无法迈出这一步。北京宁可牺牲经济，也要保住权力。改革，那等于自掘坟墓。2024年，中国进一步收紧对互联网和民营企业的管控，字节跳动、阿里巴巴等科技巨头被国有化趋势席卷，企业家信心跌至谷底。展望未来，全球战略重组的步伐只会加快。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格局，中国却被排除在外。2025年3月，世界银行预测，若中国继续拒绝结构性改革，其经济增速可能在2026年跌至 3% 以下，创40年新低。从大国滑向孤岛，中国正在一条不归路上狂奔。